所以迁移宫慢慢的在现代人生的命盘当中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与地位。但是如果天机星如果跟空劫同宫，有可能就是他是一个从事命理工作或者是神职人员，因为天机星跟空劫星都是属于宗教命理相关的星曜，所以如果说天同星落在我们的迁移宫的时候，则要注意，就是我们要了解你要管好你的另外一半的钱财，因为他对金钱是比较没有概念的。大家好，我是林基，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视频。我们针对上次命宫与迁移宫它们的相对性及关联性做一个分享。这次呢，我们针对迁移宫里面有14颗主星，如果落在迁移宫，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吉凶祸福，以及需要注意的一个方向，与大家做一个分享。林基也感谢您的支持，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您宝贵的想法与意见。您的支持是林基的动力。林基，感谢您。我们都知道命宫是执掌我们人生吉凶祸福非常重要的一个宫位，但是因为现在的人交通比较便利，比以前走动的更为频繁，从出生地到外地的几率是非常高的。现在的人生活也是非常的忙碌，每个人都希望过更优质的生活，所以为生活不停的忙碌，寻找更好更高的收入，期待过更好的一个生活品质。所以迁移宫慢慢的在现代人生的命盘当中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与地位。今天我们就探讨14主星落在迁移宫会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一个吉凶祸福与其影响，在生活中我们又需要留意些什么，还有就是我们忽略了什么地方需要多留意的。如果说我们的紫微星落在了我们的迁移宫，紫微星它是一颗尊贵的星曜，如果它落在我们的迁移宫，它最主要就是希望得到一个左辅右弼还有吉星的一个同宫，则代表外出会容易遇到贵人的扶持，受人尊重，人事关系人际关系良好，代表中晚年之后能够与贸易政商政治相关人士交往，可以得到上流社会有利人士社会的帮忙，助其成就他的事业。重点就是紫微星落在迁移宫，需要吉星的加惠，尤其是所谓的左辅右弼，或者是文昌文曲等吉星加惠它，这样子才会就是适合往外发展，在外遇贵人，甚至就是财发他乡的一个成功的征兆。紫微星如果落在迁移宫，他的另外一半有可能就是工作事业只需对自己负责的负责人，或者是高级主管，有可能是公家机关的负责人，或者是高级主管，或者是机构的一些负责人，甚至就是可能会网络商店的老板、餐厅的店长等等。一般来说，紫微星的成就在于左辅右弼，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左辅右弼这2颗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它的影响是非常直接性与相关性的，因为代表着就是说它的成就的高低。所以如果紫微星逢左辅右弼昌曲这些吉星辅助它的话，它的成就也就相对的会更高。但是如果紫微星与空劫，就是空劫星同宫的话，那则代表就是说他有可能成为宗教人士或者是宗教首领，因为他可以带领着宗教人士往宗教的领域去发展。因为紫微星也代表象征天空尊贵的一颗星曜，但是如果是逢羊驼火灵的话，则在外面容易有一些是非麻烦纠纷，甚至还有破财的可能性，多烦恼也不得安宁。另外，如果我们今天来探讨天机星，如果说天机星是落在我们的迁移宫，因为天机星它是一颗动星，也是属于多变动的星曜，多主就是外出能够
吉祥如意，也会遇到贵人的扶持帮忙，但是就是会比较辛苦、忙碌、奔波。可是天机星如果留在出生地或者是本地的话，反而就是会多烦恼与挫折，是一颗适合外出发展、出差啦、外调他乡，或者是发展跨国企业，这样子反而是有利于天机星落在迁移宫的人。因为在外地，他所认识的人多具有聪明才智才华，可以启发他更多的想法与思虑。如果说天机星逢煞星的话，比方说羊驼火灵，在外的话可能经营会比较辛苦，劳心劳力，多有不顺。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天机星如果是在运线时候逢上化忌星，这个时候天机化忌的话，则要小心，就是留意交通事故的意外。天机星如果落在迁移宫，那代表就是说你的另外一半细心文静，但是敏感纤细，喜欢传统，有很大的机会他可能就是从事公职或者是文职的工作。除了公务员之外，有可能是企划师啦、广告师，还有建筑设计师，甚至就是软体硬体的工程师。另外有可能成为文学的艺术创作人员，或者是演员，都是具有才艺跟才华的人。所以天机星如果落在迁移宫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半就是一个多才华的人。但是如果天机星如果跟空劫同宫，空劫星同宫的话，有可能就是他是一个从事命理工作或者是神职人员，因为天机星跟空劫星都是属于宗教命理相关的星曜。接下来我们探讨太阳星。太阳星如果落在我们的迁移宫，因为太阳星也是一颗动星，它如果做迁移宫，基本上是主变动，它是宜动不宜静的一颗星曜。离开家乡在外地发展反而是会比较好的。大部分迁移宫有太阳星的人，在青少年时期就可能会离家在外，或者是在外地长大，一生可以说是变动会比较大的。在外也容易遇到一些贵人的帮忙，还有就是有上司长辈的一个帮助。他喜欢跟着时代的流行潮流在走，而且他是属于叫做越动越有机会的。如果佳慧天马与禄存星的时候，天马与禄存星则可能会因为名气的上扬而名利双收。迁移宫如果有太阳星落在庙旺的宫位，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寅卯辰巳，寅卯辰巳午位这个庙旺的宫位的时候，他的成就则可能会更高。但是如果说他是逢煞星，像羊驼火灵的话，则主在外是非比较多，不得清闲，甚至就是属于比较奔波劳苦、才难聚的一个格局。太阳星如果落在迁移宫，也代表就是你的另外一半个性开朗，但是就是急性子，可是他是一个仁慈博爱的一个人，他喜欢政治或者是大众活动。佳慧吉星的话，反而是多有权贵。男命的话，则主另外一半能力强，有男性的一个志气，因妻而贵；而女命的话，则会因夫而贵，因为太阳星它是主贵的一个星曜。接下来我们就探讨武曲星。如果武曲星是落在一个我们的迁移宫，因为武曲星它是一颗财星，它也主一生多变动，它会容易为了个人的事业与财富努力奔波劳苦。它如果是会禄权科吉星的话，在外经商可以说是事业顺利，发财致富。但是如果说逢四煞、羊驼火灵或者是空界的话，则要留意它容易多一些挫折与阻碍，或是多是非纠纷，因财起纠纷。武曲星如果独坐在我们讲辰戌宫，
武曲星如果是独坐在这2个宫位辰宫与西宫的时候，则要留意，就是说不要逢羊、驼、火、临还有文昌星，因为这要注意就是意外伤害、意外灾害，因为是代表运势不佳、挫折重重的一个格局。但是如果说武曲与天府它是同宫的话，那表示说它会在忙碌中而累积财富，而武曲贪狼的组合在迁移宫则是更适合在异乡求财发达的一个非常好的格局。那武曲星如果是落在我们的迁移宫，它代表的是财星，但是它也是一颗孤客之星。武曲星它本身有象征一个军事的星曜，迁移宫如果有武曲星这颗星曜的话，多主你的另外一半有可能会从事金融、贸易或者是军警。但是说如果武曲星是化禄不逢煞星的话，则可能会因为从商经商致富。如果是武曲化权的话，它是如果是一个武曲化权星的话，或者是加上一个请阳同宫的话，它有可能是军警人员或者是检调人员。但是如果是武曲星，它跟空劫同宫，就是我们讲如果是武曲星跟空劫同宫的时候，你可能对于灵界或者是宗教有特殊的爱好，以及有特殊的感应而成为神职人员。接下来我们探讨天同星。如果说是天同星落在我们的迁移宫，因为天同星它本身是一颗福星，它主和谐安宁，它具有消灾解厄的灵动力，个性随和，人缘好。它是落在迁移宫的时候，如果是庙旺的位置的时候，它是适合外出发展，因为容易受到贵人的相助扶持。但是有时候自己会比较没有主见，缺乏果断力与执行力，依赖性会比较重，情绪呢往往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变动。它是一颗感情丰富、喜欢幻想、容易犹豫不决，甚至就是举棋不定。天同星它本是一颗重感觉、重享受的一个星曜，所以说如果是天同星化禄的时候，反而这样的状况是会更加的明显。另外，天同星如果落在迁移宫的话，他的另外一半有可能就是上班族，或者是曾经有这样子一个规律工作的一个状态，但是他换工作的几率会比较高。其实天同星的人口才非常的好，外表优雅，反应是灵敏的，对于经营娱乐事业、休闲事业其实是十分合适的，或者是公关、演艺人员也是可以表现他的才华。当天同星如果与请阳同宫的时候，反而他的个性会比较大的转变，个性呢会变得比较刚毅、极端，适合做军警或者是运动员、健身教练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不管他是属于哪一个工作，因为天同星本身它是比较讲究浪漫，所以说他有时候会缺乏一点责任感。所以如果说天同星落在我们的迁移宫的时候，则要注意，就是我们要了解，你要管好你的另外一半的钱财，因为他对金钱是比较没有概念的。今天我们以主星落在迁移宫，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吉凶祸福，以及需要留意的事项，对应关系做一个分享与探讨。灵机感谢您的支持，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的意见与想法。灵机尽可能在时间内为您答复，也期望以此作为一个你们参考的方向。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记得点赞、关注，留下您的想法，还有按下免费订阅的小铃铛。您的支持是灵机的动力与来源。灵机感谢您，谢谢。